慢慢配色。大家好，我是方宇文。一轮来到我们 Beatrice 的专访栏目放大镜，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 MX 超跑俱乐部然后一轮就是平时会跟朋友经常这样来吃饭聊天吗？有啊，经常会。都会去什么样的地方呀？会比较有名一些的小馆子。那一轮就是做完艺人之后，有没有朋友说，哎，我觉得变了这种话？其实少。我的性格我觉得还是比以前差。就刚开始说，可能说有时候变的时候是做idol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公司会给你立人设。比方说，我们组合里面有负责可爱型的，然后有负责帅气、运动型的。他们给我设定一个人设叫高冷男子，你知道吗？你就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就很冷脸的，很高冷的。现在听起来是比较中二的。到后来觉得人设这个东西不能立，还是要做真的自己，因为你立了就会塌。那为什么会给你们就是设计一个高冷人设呢？因为我从小学钢琴，然后我又是主唱，然后长得可能他们觉得比较忧郁。其实我现在觉得我自己还挺阳光的，忧郁吗？太忧郁了。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累、比较辛苦的事情？3月份去的横店开始拍戏，拍到8月底就来了。哇，那时间很久。那个时候还比较辛苦的一件事是，因为横店，因为现在不是疫情的原因嘛，为了保证那个拍摄的顺利进行，管控的很严格，就是没有所有的艺人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出镜的。那个时候做偶像跟现在做演员，我觉得心态上啊，包括就是工作的一些状态上有什么区别没有？本来的想法是，因为小时候学音乐，我觉得这是我的专长，所以我想要去做歌手。慢慢的去接触到了做演员这个。做演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坚持的心，因为它周期特别长。是。做歌手的话，比方说你训练完了之后，可以跟你自己的粉丝有人距离接触的机会。做演员，你熬了好几个月，未必这个戏播出来，你也未必能给你的粉丝。我觉得一种是幕前，一种是台前，这个差。那你自己有想过想成为什么样的演员吗？想成为一个不让大家讨厌的。就有一些演员演戏，别人看了就想换台。对，至少人家能看得进去，不会跳戏。就是专注于自己演技这种。应该说是诠释作品的演员，而不是说在剧里面去消费自己，去消费自己的热度的演员。就是这一次的《足球新天2》，相比第一部有一些什么新的尝试跟突破呢？第一部我就是武术担当，第二部打的人，男1号、女1号就去谈恋爱去了，阿尔不得只能打打架呀。那你之前是有武术功底吗？其实没有，也是一步一步先拍下来慢慢的学，就跟很多，比方说像袁德导演啊，然后这次林和龙导演，然后每部戏都有进组前你会有差不多1个月的武术训练，慢慢一点一点就练出来。那就是拍打戏就好奇有什么难点吗？最难的点就是你自己不要受伤，还有就是不要打伤别人。第3就是你动作要协调。会有包括什么吊威亚这种？其实那些还相对比较安全，都有人保护，对，没有那么危险，只要那个绳子不结实。有害怕过吗？没有。最害怕拍算是合作戏，最害怕的一次是在水棚里面拍，当时觉得自己水性特别好，戴着头套，然后穿着那个洗
拿着刀，手里拿着刀，旁边是演员一起跳到水里面去，身上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跳下去之后就觉得要死，就还好自己能憋气，就憋住，一共就可能10米左右的距离。我觉得那段路就要死了，因为女演员很害怕挣扎会抓你，然后你就更使不上劲，衣服又沉，把你往下面带，刀又重，所有一切都失控了。然后那一次我才真正觉得。那在《绝世千金》里，你是就是可以一直默默陪伴着林若景，那你在现实中你是这样陪伴型的暖人吗？我觉得我是一个还蛮居家的人，就平时自己会做饭，然后健身、看电影、出去旅游，就很随性，没有柳修文那么执着。特别执着，我自己也挺害怕很执着的那种性格的人，就感觉很难去相处，有自己的想法，没有办法改变。那在《九流霸主》里，你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其实也是一个少女主的角色。柳修文是那种深情款款型的，她是那种温柔可爱型的。变些小戏法呀，买些小点去那个比较开心。但后来黑化了，就是因为阿尔普黑化了，最终也是不能再说了。最后了是吧？不说了，就到这儿。对，到时候我们自己去看。来自己去看。那有考虑会接一些现代剧？希望各位看了这个采访的制片人们多多邀约我拍现代戏，有档期，好聊，活好不粘人，什么都好聊啊！踊跃的联系我，联系方式在我微博上。明月照我心，收视获得了不错的成绩。那这部剧播完之后，对你的事业啊、生活有什么影响吗？我觉得有影响。影响是，通过这部戏就很多的圈内的制片人啊什么的就认识了我，然后就上了后面的后续很多的作品。对生活上面有什么影响？没有，我很低调，平时也不胡乱跑，然后也不生活在北京。可能北京比较那个一些吧。我住的那个小区还是算比较烟火气的那种。那未来还会去出演类似的角色吗？就是类似于像在《明月照我心》。我觉得别人喜欢我就去重复类似的角色可以啊，就是只要别人喜欢看，我觉得观众喜欢看我的，然后你自己喜欢，如果演出来不适合，观众不买账，那你行。那你怎么去定义就是演好这件事情？演好很简单，第一是你演的不能跟别人一样，就是纵观现在谈恋爱的东西，包括现在写爱情剧，有那么多的霸气角色，有那么多的高冷王爷、可爱什么温柔暖男。如果你演温柔暖男的话，你一定要跟别人演不一样，别人才来看你这个戏。因为说真的话，情节都是大差不差。一开始比方说男主喜欢女主，女主喜欢男主，然后经过了一番怎么的故事之后相爱了。或者什么契约婚姻，然后后来变成真的相爱了，这万变不离其宗。是，就是要演的不一样，给人家来看的理由，这是第一个演好。第二演好就是观众买账，看完之后觉得都是好评，也尽量不要。那你觉得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去演好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很多可能说你们采访过很多的演员，他们很喜欢侃侃而谈，说戏这个东西怎样怎样。我不太喜欢聊，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方说你今天看了《明月照我心》觉得好看，别人觉得并不好看，这种演技对他们来说是他们不喜欢的。所以好在每个人心里面定义都是不一样的。我的演好就是尽我的能力，自
在我想去诠释的这个方式上去把这个角色诠释出来才是。那你就是自己会看自己演的剧吗？看多少是要看一下，大部分是看大屏。那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合作的演员老师？有很多的演员会说，比方说自己演的是男一号，会想要找一个怎样的女一号，或者女一号想找一个怎样的女一号的适配，觉得在这个戏上完成的比较好，我不太会有这样子的要求。你现在还记得就是你去面试的第一个就是演戏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吗？青春万万岁的高以轩。那个时候我的普通话是不分平翘舌的，可以说去听我以前的歌，我的歌词都是不分平翘舌的，五个字的一句话都说不清楚。那你就是当时你记得那个试戏的情景吗？就会没有说就因为你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怎么讲方言的问题造成一些笑话？笑话倒没有，但是戏很差。前后试了3次，我组合还有一个成员跟我一起去试戏，因为我们当时现在要说国外了，在国外学的是舞台表演，从来没有学过这种写实的表演的方法。其实我还好了，我算是在说人话了，但是我那个队友跟我一起去的演戏都是那种就是他是舞蹈担当的，就那种转身都是那种过来，然后要跟你说问你这个好不好吃，都是那种好吃吗？都是这种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学的就是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以前来说，这个镜头在这个地方，比方说镜头在这个地方那45度角就只有45度角，就给你这个脸。而对于那个做演员来说，你每一个角度都应该是随便让摄影机去拍的。对，你只负责把自己的戏去演好，至于好不好看是导演的事情，导演来决定拍你哪边嘛，对吧？但如果说有一场戏是从来不可能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场景，那你该怎么去诠释呢？一方面是一个是替换，我只人生遇到过一次是没有办法替换，是当时在拍《美味奇缘》，饰演我在戏里面的那个女朋友的那个演员，她已经怀孕了，告诉我怀孕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懵了。这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自己的女朋友告诉自己怀孕了，那我真的是没有这个体验，没有办法有这个体验。到底应该开心的，带一点紧张，因为我没有结婚。很忐忑。对，在导演的精雕细琢下去把这个戏给演完了。比方说，你再稍微开心一点点，再稍微紧张一点点，这样子去调着把这条戏。你觉得歌手和演员之间哪个更难呢？歌手是对自己个人，比方说唱功一些自己的一个演唱的技术水准的一个训练的那个累，而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最累的不是怎么学习去表演，而是去熬这个时间。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偏冷笑话的问题。好，问如何让饮料变大杯？如何让饮料变大杯？把饮料倒大杯里，就是大杯了，是这意思？也不是不行。正确答案是念大悲咒。好冷啊！马上也进入到冬天了。20年了，一个采访我的还没猜，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今年听的最冷的笑话。希望能记住我们。我每年听冷笑话听的最多的日子，就是在做采访、做宣传的这段时间，每天都有新的冷笑话更新。对粉丝想说什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也要多多去关注我，后面马上就要播的968主播、绝世千金，还有长歌行和双世主3，希望大家继续